休息会儿吧。好。你等会儿。坐这上面吧。我昨晚没睡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……没有啊，才不是。你昨晚睡得好吗？睡得挺好的，一觉睡到天亮。一觉睡到天亮。曾爷，麻烦你啊，陪我跑了一趟。哎，也是巧呀，要不是订婚宴，人家不一定在家呢。见了面好好表现啊。那是。哎，曾爷，您慢点啊，慢点。哎，好。煥沙的时候最好放1、2勺盐。哦。他们一直待在这里面，会不会很闷啊？这个地方不方便。等回到上海之后，我准备给他们换一个大一点的玻璃缸，再加几个可以爬的容器。刚好人在。啊，这就是你表叔爷爷。哎，小陈啊，说起来呢，这是我远方一个亲戚。论辈分呢，还得有叫我一声曾爷爷。这不是听说你从国外回来了，一天过来给你问个好。哎，叫表叔爷爷。谁？哎，表叔爷爷叫呀，叫表叔爷爷呀。伯伯，您先坐吧。这孩子还不好意思叫人呐。表叔爷爷，这位是我的未婚妻。表叔奶奶。哎，你跟你表叔爷爷说说你回国做的事儿。啊，我2年前刚毕业回国，现在自己开家公司，整的嗓子有点哑，话粉过敏了。你们先聊，我去藏书楼。来，接着讲讲你那个公司。小规模，不值得一提。哥，太太找你。什么事儿？童家和唐家人全来了。唐家和童家闹得不可开交，可怜的是这个没醒的女儿啊。你等我一下。
周生成，周生成。赵老师，是呢，是呢，是我呢。哎呀，你这个毕业有多少年数了？我都想不起来了。10几年了吧？啊，是呢，是呢，是呢。赵老师，你把这儿买下来了？我退休好几年了，在家头不得事，弄个小店玩玩。看是你未婚妻。老师好。蛮好的，蛮好的，你眼光蛮好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小家伙是我带过的最聪明的学生。这就是学霸的优势吗？10几年没见的老师都记得你。啊，老师，这个多少钱？老师开的店怎么能要你钱呢？老师请你去了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了，下次我有空过来看你。好呢，好呢，有空来玩啊！老师再见。再见，再见。慢点走啊。小陈小时候啊，这脑子就是聪明。他在小学念书的时候啊，就连跳了2级。直升初中啊，消息传出去了，2个中学的中学校长都过来抢人。哎呀，还说了，免学费，还有助学金，什么条件都可以满足。来，水果。姑娘吃，吃。干嘛一直看着我？我在看校长眼里的香饽饽。外婆都和我说了，你怎么学的？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可能就是智商高吧。那既然校长们去找你，为什么最后哪儿都没去啊？跟家里闹了一些不愉快，离开镇江了。没想到你还叛逆过呢，这算离家出走吧？诗怡呀，今天晚上留下来吧。啊。好吗？留下来。好。来，就1间客房。还有一间已经做成杂物间了。外婆一直念叨，说天凉了让我拿个空调被。不过你俩挤一张单人床，肯定就不冷了。早点休息啊。哎，那你早点休息，晚安。你睡客厅像和我吵架了一样，外婆会乱猜吧？我就说我惹你不高兴了，主动出来的。怎么了？口渴了？
刚才在店里没看见你烧香啊。我是无神论者，啊，那我信佛怎么办？我完全尊重你。那在你眼里，佛是什么样的？慈悲吧。佛祖抛却妻儿入空门，就是因为对天下苍生的慈悲。和你看到的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不太一样，哪里不一样？好像很喜欢我，所以总是笑着。你笑什么？观物如观己，我所看到的都是好的一面，说明我现在生活如意，万事开心。有点道理。我说的不对吗？没有对和错的区别，只有思考的角度不同。走吧，我们去山庄等他们。吃完了？老太太，今天请的客人都在隔壁，哦，他们都吃过啦，在那边喝茶。冯老听说周生文先生的长子和未婚妻来了，刚写了一幅字，要送给11小姐。哦，我父亲的朋友。真是难得呀！冯老的字千金难求，也只有好朋友才有这样的福气。今天来的客人呐，都是我们家的世交，大家都应该去打个招呼，啊，走啊，都去都去。好言不动，偏出生处。冯老的字是越来越漂亮。哎呀，冯老，老姐姐你好啊！好，好，好，您辛苦了。哎，这就是周生文的大儿子小陈吧？是啊，这是石姨，她的太太。冯爷爷好。啊，已经是太太了，不是？婚宴是哪天呢？怎么没人请我们呀？年轻人性子急，先注册了，婚宴还没来得及准备呢。哦，这样啊。老姐姐这些年呢，很少动笔了啊。听说你们的婚事啊，才起了念头，随便写了几个字，来，过来看看。都过来瞧瞧。汇丰合唱，珠联璧合。先写了珠联璧合，对应你们的婚事。再一想，这4个字才最适合用在书房。喜欢就可以了，谈什么影响不影响啊？那，你和周生行那妈，您还忘不了我和周生行的过去。这么多年，我为了守住小陈爸爸留下的东西，做了多少事儿啊！再说了，周生行管这个家20年，您觉得他会轻易把这个家还给小陈吗？我现在还有余力可以护着小陈，有一天我累了管不了了，可怎么办？他二叔如果针对他，谁能帮他呀？我说句不该说的话，我和小陈没有血缘关系，他在这个家没有一个真正的亲人，您也不是。是，我也不是。他的妻子算他半个亲人，日后能够真心护着他、帮着他的，也只有他的妻子。我帮他找一个娘家有实力的女孩子结婚，有错吗？
居然真的有？为什么是我？什么？为什么？在白云机场，你为什么想要认识我？过后我反复演练了很多次，都觉得不可思议。就凭一个故事啊，一个相同的名字吗？这理由也不成立啊。不是一个相同的名字，是2个。哦，是诗怡。不过我不介意你理解为一见钟情。我那天确实想认识你。不相信啊？你想听实话？我们俩之间，你的外貌比较容易让别人一见钟情，我觉得你挺有吸引力的。唉，可惜啊，第一次见我没感觉。是啊，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可能我对这方面不是特别敏感吧。不过，我觉得日久生情也挺好的，或者说可以让关系更加的牢固。比如说，一开始我们的生活就像这2本书，内容不一样，也互不相关，但是我们的生活每一部分啊都在重合。随着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，重合的部分就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融洽。最后，无论谁使用外力，都不可能把我们分开了。所以我觉得，日久生情也挺好的，可以让关系这么牢固。不就是摩擦力吗？还日久生情？知道的还挺多。啊，你这次去多久？差不多要2个月吧。这么久啊？你在德国的实验室具体是做什么的？你可以理解为我在研究金星的居住可能性。金星可以住人？哦，现在不行。现在金星的表面温度已经达到了480摄氏度左右，表面的压力也是地球的90倍了。不过从体积和质量上来看，它是最接近地球的。未来也许有机会可以实现人类居住在那儿。听我讲这些，会不会觉得很无聊啊？我们现在刚结婚，你现在走是不是太早了？我们应该先要个孩子，哄我妈高兴。我还没准备好。我娶你，是因为我妈觉得我们家对不起你们家。你嫁给我，只是想气我大哥。我们俩之间，不用装模作样。你如果不想结婚，当初为什么要求婚啊？因为我妈喜欢你啊。我以为娶你以后可以获得我妈的支持，现在看来是我想多了。我妈心中只有公平道义，根本就没有我。旅途愉快，祝你在不来梅能够获得我大哥的心。如果你成功了，我们随时可以离婚。你
你怎么进来的？跟过去一样。这么大的人了，还翻墙？被我大哥发现，打断你的腿。他可不管你是不是周家二少爷。能见你一面，被打断腿也值了。上次我们为什么分手？我不想那么早结婚。我爸的遗嘱，不结婚拿不到家产。你说过。今天我妈签了所有的文件，周家现在是我大哥的了。他人不错，我虽然没见过他几次，但看上去，就算他接管了周家，也不会为难你。你不懂。你一个小裁缝，能懂什么？是啊，我不懂。那这位周家二少爷，麻烦翻墙出去，悄悄的，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，OK？小裁缝，如果我离婚，你还看得上我吗？周晨晨，这个放我这儿了，你出差带着不方便。我给你放床头柜，你要是有急用的话，我出差不在家，你就自己拿。给家里钥匙。董小玉还住这儿呢，我拿钥匙不大好吧？他卧室有自己的锁，我给你的是大门的，还有我卧室的。走吧，我送你下去。你送我下去？我刚刚送你上来，你又送我下去？我顺便扔垃圾。你睡客厅像和我吵架了一样，外婆会乱猜吧？我就说我惹你不高兴了，主动出来的。怎么了？口渴了？你故意毁坏我的形象？没有啊。你说惹我生气了，不是暗示着我脾气不好吗？外婆不会这样想的。我睡里面，你睡外面，背靠着背。上来呀！
这一间屋子是你小时候住的？嗯。那个时候，你和外婆就一人一间卧室啊？对。很小的时候你就住过来了？是。那外婆从小送你上下学也挺辛苦的。嗯。周生辰。嗯。你除了对，是，没有别的回答吗？哦。我和你打电话的时候就发现了，都是我问你才说，我不问你就不说话。主要是我掌握不好跟你聊什么。你怎么起来了？我想和你聊聊。怎么聊啊？坐着聊啊。哦。你平时都和你的学生聊些什么？或者以前读书的时候去食堂吃饭，